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号，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通知联合国会员国，根据10月27号联大决议，联大第10次紧急特别会议将在美东时间12号下午3时举行第45次全体会议，讨论巴以局势。当地时间8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美国的一票否决，未能通过阿联酋提交的要求在加沙地带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根据联合国大会1950年通过的决议，如果安理会由于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意见而使其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联大应立即召集紧急特别会议审议此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票否决的决议草案得到了近100个国家的支持。该决议草案呼吁巴以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卡塔尔举行的多哈论坛上对美国这一行为表示，这让安理会陷入瘫痪。我们要看到的是，联大尽管呢是决议通过之后呢没有强制性，但是它人短。你像联大进行表决的时候，那都是100多个国家呢在进行表决。这样一来的话呢，以色列呢就会显得更加的孤立啊，美国呢也同样如此。时间呢拖得越长，那联合国呢不断的进行这样的表决，不管是能不能通过，或者说能不能让以色列呢听话，但是这种影响呢出去了，让美国和以色列呢日益变得孤立，他们承受的压力呢越来越大。但是美国呢在中东地区又不是光指望以色列，他还要靠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呢。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如果单独为一个以色列呢，最后得罪一大片，这显然呢也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美国现在呢做法就相对比较矛盾了。在11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对美国一票否决要求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安理会决议草案感到遗憾和失望。加沙地带已经有近2万名平民死于战火，100多万民众流离失所。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纵容冲突延续，意味着更多平民伤亡，意味着更大的人道灾难，只会种下更多仇恨的种子。在事关战与和、生与死的问题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应当为平息战火发挥建设性作用，应当为减少平民的伤亡尽最大的努力，应当站在和平一边，站在生命一边。随着加沙地带平民死伤不断增加，以色列和美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天内连续接受多家美国媒体的采访，就拜登政府日前绕过国会军援以色列，以及否决安理会巴以停火决议草案等进行辩解。布林肯还表示，巴以冲突到底何时结束，要由以色列自己决定。当地时间12月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重申了美国认为以色列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加沙平民的立场。We have these discussions with Israel, including about the duration as well as how it's prosecuting this campaign against Hamas. These are decisions for Israel to make, but Hamas has decisions to make too. It could get out from hiding behind civilians tomorrow. Right. It could put down its arms tomorrow.It could surrender tomorrow, and this would be over. 当被追问以色列有没有透露何时结束冲突时，布林肯回应称，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讨论，但并未提供任何详细细节。Will the U.S. continue to back Israel the way it's backing Israel right now if this continues for months and months? Again, Israel has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Of course, everyone wants to see this campaign come to a clos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ut.Any country faced with what Israel is facing,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that attacked it in the most horrific way possible on October 7th, and as I said,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it would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t has to get to the point where it is confident that that can't be repeated. 日前，多家外媒报道称，布林肯上周在访问以色列时，曾敦促以军在1个月内结束军事行动。但有以方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并没有划定明确的最后期限，且美以之间就停战时间存在分歧。美国希望在12月底或1月初，而以军的目标是1月底。严格说起来，美国的态度其实就决定以色列的速度，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从建国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就是以色列的最强的后盾。事实上，这里面没有美国的默许，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打不到现在，也不敢动一兵一卒。所以这是很明显的。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紧急公告，要求向以色列提供逾1.3万枚坦克炮弹，涉及金额达1.06亿美元。草案立即生效。根据正常工作流程，美国政府军售需要经过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20天的审核，方可继续推进。拜登政府这一有意避开国会的做法，引发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对此，布林肯在10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为拜登政府辩护称，此举是为了确保以色列拥有抵御哈马斯所需的一切。First, we're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civilians are protected, tha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gets into people who need it in Gaza. We are deeply, deeply aware of the terrible human toll that this conflict is taking. Have you seen anything in the Israel campaign with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ivilians killed, many, many of those children, that you believ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or has been investigated? We are in almost constant discussions with the Israelis about to ensure that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ir obligations are, to make sure that we understand how they are using whatever arms we're providing to them. 事实上，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提供军援只是拜登受到质疑的一个方面。8号，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份旨在推动实现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多国对此表示极度失望和遗憾。对此，布林肯没有做出直接回应。And Mr. Secretary, I assume that answer is the same when it comes to the U.S. being the only country to vote against a UN ceasefire resolution on Friday. Because of the work we did, we got pauses. We got pauses on a daily basis. And again, if Hamas were to put down its weapons tomorrow, surrender tomorrow, this would be over tomorrow. 然而，时常把人权话题挂在嘴边的美国，不仅反复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还在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军火援助，给冲突火上浇油。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客之所以大力支持以色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选举考虑。不过，随着巴以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不灭火反而拱火的行为终将遭到反噬。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35岁以下选民反对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在美国大选选情逐渐升温之际，面临国内阿拉伯族裔群的不满声浪，拜登要如何平衡对以色列的关系，成为他连任之路的一大挑战。事实上，除了共和民主两党的争斗外，巴以冲突还让整个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分裂。当地时间12月9号晚，美国著名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基尔在争议声中宣布辞职，他也成为美国首个因反犹争议辞职的高校校长。5号，马基尔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共同出席众议院有关高校反犹主义的听证会，遭美议员质询5个多小时。3位校长因拒绝直接回答有关是否会惩罚发表反犹言论的学生的问题，遭到政界人士、大学捐赠者的强烈抨击。8号，74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出联名信，其中71人为共和党人，要求这3大名校撤换校长。宾大校长辞职引发美各界热议。据《纽约时报》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宾大分会批评大学捐赠者、游说团体和国会议员破坏宾大的治理和学术自由。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也面临着辞职压力。哈佛大学没有对撤换校长的呼吁作出回应。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日前表示，对本校校长给予全力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拜登政府啊，这一次来讲，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他在深层政府，他完全要支持以色列，但是呢，很显然，现在反犹的这个声音在全世界都有。但是不管怎么反犹，美国尤其精英分子，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在掌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没有办法，他执行反对以色列或者不支持以色列的做法。那当然，现在选举到了，他会有一些收敛，但是收敛的话，只是做一些动作。美国8号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份旨在推动实现以哈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之后，联合国大会12号将重启关于巴以冲突的紧急特别会议。那么这次紧急特别会议有可能助推安理会通过巴以相关决议草案吗？
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并没有它的一个强制性，但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可以看作是国际社会就某一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意志的表现。那么我们看到，在之前联合国大会曾经就巴以问题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并且通过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尽管上次的决议没有能够说对于以色列有一个强制性的约束，但是上一次决议的通过，实际上为后续由中方来主导在安理会通过了在巴以本轮冲突升级之后首份的这样的一个安理会决议，是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那么各方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这样的一个商讨和表决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来凝聚共识，并且能够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和国际法以及国际人道法方面，来给以色列更加的这样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以色列以及其主要的支持者美国能够正视国际社会对于尽快的停火止暴、实现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愿望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回应。美国宾大校长在因被指容忍反犹太主义而宣布辞职。您是如何来评价巴以战火延烧至常青藤学校？美国高校内出现反犹的言行，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样关于巴以问题的这样的激烈的讨论，延伸到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是在当前的这种巴以局势不断升级扩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是难以避免的。那我们也实际上要非常清晰的来分辨什么样的行为是反犹，而什么样的行为是只是在支持巴勒斯坦的相关的一些合法的权益。那么更要注意到，有一些的诉求可能仅仅是来支持相关的人道主义救援，来希望实现尽早的这样的一个停火止暴。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美西方的一种舆论上的一种导向，就是将所有的来反对让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的这样的呼声，都被列为这种所谓的反犹主义。那么这样的一种导向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也使得国际社会在面对巴以问题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可能会出现失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当重新的回归到这样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通道上来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来推动巴以问题尽早的实现全面的持久的和平的解决，而不是在一个所谓的反犹或者是挺巴的问题上不断的来加大相关的一个言语上的攻击。